我明明是3S 级契约召唤师，可我却放着半生契约神兽不召唤，转头就召唤出了基金会里的收容物。现状，所有人都嘲笑我是扶不起的弱鸡，甚至扬言只需1击便能把我的所有收容物都干掉。对此我却是冷笑不已，只因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基金会的存在，他们更不知道这种收容物的恐怖之处。原来300年前，异界凶兽入侵，同时人类也获得了次元召唤的能力来抵御凶兽。然而面对如此恐怖的怪物，无数国家泯灭，最后剩余的国家组建9国联盟，建立100米钢铁围墙，守住了最后一片净土。但同时需要每年派国家清扫围墙外的凶手，所以龙雄鹰3国为首制定了规则，通过青年召唤师大赛，决出倒数第一的国家独自守护围墙3年。而今天正是第35届青年召唤师大赛。刚穿越来的我消化完这些信息后，重新回到了座位。目前的我正是一名2队替补的1级召唤师。此时台上的一名龙国1级召唤师，很快就被倭国的选手轰下擂台，他国观众顿时哄笑不止。再输2场，龙国就彻底下台了。这次要是再失败，龙国可就连续8届蝉联倒数第一了。真是无趣啊！龙国的选手年年都是这么弱鸡，真没什么看的。听着其他国家观众的鄙夷声，龙国选手席这边全是咬牙切齿的声音。要不是20多年前的那场凶兽暴乱，我们华夏的召唤师一勇冲在前面，就无数生命守护住了围墙，现在哪还有你们在这说风凉话的机会？哎呀，算了，失败了就是失败了，下一场就让暮雪上去吧，希望他能赢得几场，挽回龙国仅有的一丝尊严。放心吧，陈老，我一定会战胜倭国所有选手，拿下比赛的胜利。此时，在所有国家的嘲笑目光中，林暮雪缓缓走上了擂台。倭国剑次郎见派了个女的上来，顿时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。这次还派了个美女上场了，我都有点不忍心商议了。别废话，来吧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战斗打响。两人虽同为地级召唤师，但倭国剑次郎只有1头地级契约手，而林暮雪却有2头。林暮雪毫无悬念赢下了比赛，龙国选手席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。雪师姐威武，一定要坚持到最后！听到龙国这边的欢呼声，其他国家选手传来了一阵嗤笑。那个剑次郎在倭国队伍里面，最多算是实力第4强的选手，就这还连续击败了龙国6位选手，这龙国才剩1场就欢呼起来了，真是太搞笑了。很快，倭国派出的队伍中，综合实力第3强的黑川太郎，他同样拥有2头地级契约召唤手。一时间，两人的契约兽打得互相上下十分焦灼。最后，林暮雪通过契约兽的默契配合，抓住机会把对手轰出了擂台，获得胜利。随着擂台裁判的声音落下，龙国选手席这边又爆发出了一阵欢呼。太棒了，给我狠狠教训这群倭国人！看着台上的林暮雪，作为龙国领队的陈丰年也是非常欣慰。而倭国选手席这边，领队田中脸色稍微有些难看，原以为黑川就能尽快解决这场烽火赛，没想到龙国那边还有这样的实力选手，不过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于是他招呼身旁的工藤，接下来换你尽快结束。黑川那个废物，连个龙国的选手都对付不了，还需要我亲自出手？工藤骂了几句后便起身准备前去擂台参战。台上倭国派出的第3位选手工藤新二，同样也是一名地级召唤师。然而刚才林暮雪的作战策略已经暴露，靠着3尾狐的迷惑特殊技出其不意，所以全程下来工藤一直死死压住3尾狐，根本不给他钻空子的机会。林暮雪无奈只能被淘汰出局。看到龙国最强的选手被淘汰，其他选手席那边又是哄笑一片。我看龙国那边还欢呼什么？每次观战龙国的比赛都是这么无聊。龙国还剩最后1位选手出场了，赶紧结束吧。而龙国这边的选手席心如死灰，连暮雪师姐都被淘汰了，咱们龙国算是彻底输了。就算龙国还剩下最后1场，可咱们哪还有实力强劲的选手？让李浩师兄上去吧，还有2只1级召唤兽，估计能坚持10个回合。这时李浩毅然起身对陈老说道：“这最后一场比试，就让我上去吧。我虽然自认为不是那个倭国人的对手，但我也一定不会给龙国丢脸。”就在李浩准备上场的时候，我突然开口：“要不换我上场？”话音刚落，所有人都愣了一下，接着全都看向了我。看到是2队的替补要求上场，其他人顿时不满：“别捣乱，要是换你上场的话，估计1个回合不到就被淘汰了，到时候咱们龙国就丢人丢大了。”然而我却没有理会队友的不满，而是径直来到了陈丰年面前：“陈老，换我上去吧，我对自己有信心。”看着面容坚毅的我，陈丰年沉思了片刻，随后点了点头：“那这最后一场就让你上去吧。李浩，第3节保存实力，到时候对战越国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出场来消耗越国选手。”对于陈老的话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虽然所有人都觉得我上去是送人头，但我心里却稳如老狗。其他国家的选手席看到龙国队选出一个不知名的小喽啰选手，顿时又是一阵议论纷纷。居然派一个替补选手，真是笑死！这还上去干什么？直接认输不就行了？浪费时间。龙国这是没人了吗？选了你这个废物出来，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。
面对工藤的挑衅，我并没有生气，反而表情非常平淡，完全无视了嘴臭的工藤。很快，随着裁判的声音落下，比赛也正式开始。倭国选手大手一挥，一道次元能量门开启，一头地级裂嘴熊从次元之门中走出来。同时，我调动尸海内的次元能量，身旁的次元之门也缓缓打开。接着，从里面走出一个身高2米左右的人，说是人，但却皮肤惨白，几乎瘦成一具骷髅，而且面目极其狰狞，如同恶鬼。看到这里，观看比赛的人都是微微一愣，这是什么生物？怎么还召唤了一个人出来？不仅其他人愣了，就连龙国选手们也懵逼了。他们见过我的契约兽，可这个稀奇古怪、面容狰狞、瘦成排骨的怪物根本就不是我的契约兽。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，这个契约兽是随机召唤出来的。看到这，龙国选手都有些气愤，这家伙在干什么？如此重要的比赛，这家伙竟然不用自己的契约兽，而是随机召唤。面对质疑的声音，我没有理会，只因刚才观看铃木学比赛的时候，作为穿越者的自己激活了特殊召唤系统，赠送的新手大礼包里可以召唤出前世动漫里的角色，而我刚才召唤出来的生物就是基金会里面最出名的一个角色。害羞的人，也有很多人喜欢称呼他为不死战神096。他唯一的特点就是拥有不死之身，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只要谁看到他的真容，他就会陷入暴怒状态，哪怕你和他隔着千里万里，他都会找到你并撕碎。不过这个世界的人可不知道096的恐怖之处。此时其他国家观众席一片哄笑，这人召唤了一个什么玩意儿？一具骷髅吗？却都瘦成一副排骨吧？召唤出来，难道是给裂嘴熊做一顿排骨汤？听着观战席的哄笑，台上的工藤也有些生气。龙国的废物，你是在侮辱我吗？裂嘴熊，给我撕碎它！听到命令后，他身旁体型如一辆货车的裂嘴熊迈着沉重的步伐冲向096。此时看着向我冲来的裂嘴熊，我没有丝毫的慌张，而是轻轻对着身旁的096呢喃了一句：“给我撕碎它！”听到命令的096突然睁开眼，看到裂嘴熊后立马陷入了狂暴状态，尖叫的冲向比他大好几倍的裂嘴熊，而裂嘴熊眼中明显带着不屑。等096冲到他跟前的时候，他猛然一挥巨大的熊掌，直接把096如同骷髅的身躯拍在了地上。接着裂嘴熊2只巨大的熊掌就狠狠地砸在了096身上，擂台的巨石地面顿时开裂出一道道缝隙，可见裂嘴熊这一击的力度。观赛席上的人群见状，顿时又爆发出一阵哄笑。笑死我了，一拳就给锤死了，要不要这么搞笑？这下别说炖排骨汤了，这连渣渣都不剩了。听着其他选手席上的哄笑，龙国选手这边脸色极为难看。这家伙召唤出这么一个垃圾，这不是丢咱们龙国的脸吗？早知道就不应该让他上场，这下丢人丢大了。可就在所有人的嘲笑中，被裂嘴熊一拳镶到地上的096又缓缓爬了起来，接着又冲向面前的裂嘴熊，锋利的爪子直接撕掉了裂嘴熊。虽然只有一点，但096也算是伤到了裂嘴熊。看到这，所有哄笑的人都是一愣，笑声也戛然而止。什么情况？竟然没死！不仅他们懵逼，工藤更加懵逼。他契约兽裂嘴熊的全力一击，他再清楚不过，几厘米厚的钢板都能打穿，竟然没有杀掉那具骷髅。而被096撕下了皮肉的裂嘴熊，顿时就进入了暴怒状态。随后面对朝他冲过来的096，又一巴掌将096再次拍在了地上。接着裂嘴熊的熊掌如雨点般朝地上的096砸去，直到巨石擂台形成了一个大坑。感觉到096没有动静后，他才停了下来。各国的观赛席上，所有人都注视着这一幕。这一下，那个排骨人估计真被砸成肉酱，死的不能再死了吧？然而，就在所有人都这么以为的时候，096再次从坑中缓缓起身，皮肤惨白的身躯，连个伤口都没有。看到这，所有人再次大惊，没有死，竟然还没有死！在众人震惊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096再次尖叫着冲向裂嘴熊，紧接着一个跳跃扑到了裂嘴熊身上，开始疯狂撕咬。裂嘴熊被咬疼，连忙把096从自己身上拽下去，接着狠狠踩在096身上，踩完头踩身体，直到再次把096镶嵌在地面之中。看到这，观众席上的所有人再次屏住了呼吸。这一下，那个排骨人应该死了吧？可下一秒，096又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，再次扑到裂嘴熊身上开始撕咬。围观的所有人都傻了，这属实超越了他们的认知。这也太假了吧！难道这个骷髅人拥有不死之身？不可能，因为迄今为止，常入 SSS 级的召唤兽都无法拥有不死之身，这种级别的召唤兽更加不可能。最后，裂嘴熊忍无可忍，巨大的熊嘴咬住096，硬生生的把他的整个脑袋都扯了下来。可下一秒，096无头的身体找到自己的脑袋，放上去后又自动复原，接着再次扑向裂嘴熊。看到一直打不死的096，工藤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心底开始传来一丝恐惧。该死，什么鬼东西！暗骂一声后，他命令裂嘴熊赶紧把这个怪物轰下擂台，因为擂台赛有个规定，只要被轰出了擂台，便视为淘汰，无法继续上场。得到工藤新二的命令后，裂嘴熊尝试把096轰下擂台，可096就像是一个狗皮膏药一样，用锋利的爪子死死抓住裂嘴熊身上的皮肉。裂嘴熊的熊掌非常笨重，很难挣脱。很快，裂嘴熊的身上又出现了无数的伤口。虽然这些伤势对于裂嘴熊来说都是轻伤，无法对它造成致命伤害，
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他真有可能会被096一口一口咬死。工藤新二的脸色铁青，连忙召唤出自己第二只契约兽铠甲师，对付一个龙国的替补废物，竟然使他召唤出了第二只契约兽，这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。给我杀了他！铠甲师得到命令后，立刻扑向和裂嘴熊缠斗的096。这下096懵逼了，他竟然丝毫咬不动这只铠甲师。铠甲师身上的灵体仿佛钢铁打造的盔甲一般无比坚硬。其他国家的观赛席上见状，舒了一口气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那个骷髅架子是无敌的，没想到连铠甲师的防御都破不了。接下来只要把他轰下擂台，就能获得胜利了。096见状，再次扑向了铠甲师，四眼乱抓，可锋利的爪子抓到铠甲师身上，依然没有丝毫作用。这时台上玩够了的铠甲师直接张开大嘴，把096吃进了肚中。见状，工藤不由得冷笑出声：这一下这个骷髅架子总该死了吧？他的契约兽铠甲师胃内拥有腐蚀性极强的胃酸，哪怕是一坨钢筋被铠甲师吃进去后，不出3秒也会化成一滩酸水。然而此时我的脸上却露出了一抹神秘的微笑。刚才看到096被虐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本想再召唤出一个帮手，可下一秒就看到了铠甲师把096吞了进去，这不是自己找死吗？果不其然，下一刻铠甲师突然发出一声凄惨的嘶吼，然后就倒在地上不停地翻滚抽搐。观赛席上其他国家的选手看着这一幕都愣住了。什么情况？那个骷髅架子竟然还没有死！感受到铠甲师的痛苦，工藤的脸色巨变，他实在想不明白，自己契约兽铠甲师胃里的强腐蚀胃酸为什么融化不了那个骷髅架子。随着铠甲师不断痛苦的翻滚，他突然张大嘴巴，连带着胃里的强腐蚀胃酸把096从胃里吐了出来。但这些胃酸粘在096身上，对他却起不了任何作用。不再痛苦的铠甲师再次进入暴怒状态，快速朝096冲了过来，巨大的尸尾猛然一甩，直接把096抽飞出去，落到了擂台边缘。远处的工藤见状，连忙给铠甲师下达命令：铠甲师，不要和他纠缠，马上把他轰出擂台。他现在都有些惧怕096，只想赶快把这个打不死的生物轰下擂台。收到命令的铠甲师也不再和096纠缠，直接一套丝滑连招把096飞到擂台之下。看到096被淘汰的我依旧无动于衷，因为我本来就清楚，只要有铠甲师的存在，096在台上的作用就不大。因为096的攻击力实在是太弱，所以在096被淘汰后，我直接把他传回了次元空间。见此，工藤算是彻底松了一口气。096带给他的压迫感实在是太深，已经让他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恐惧。好在现在恐惧消除了，于是他忍不住冷笑道：中国的废物，现在我不急着把你轰下擂台了，我要慢慢的折磨你，让你知道你这种废物永远触及不了我这样的高度。面对嘴臭的工藤，我只是轻笑了一声。是吗？那我劝你赶紧把自己剩下的3个契约兽全召唤出来吧，否则你连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说着，我又一次调动了尸海内的次元能量，身旁的次元大门缓缓打开。接着，一个穿着黑袍、顶着圆帽、脸上戴着一个鸟嘴面具的人缓缓从次元之门中走了出来。当观众看到我又召唤出一个鸟人时，顿时又开始了议论纷纷。这个龙国的替补又召唤了一个啥玩意儿出来啊？光看体型就知道弱的一批。先不说实力强劲的铠甲师了，恐怕连裂嘴熊的一巴掌他都扛不住。龙国选手席这边也紧皱眉头，这一次我召唤出来的召唤兽，他们又没有见过，难道又是随机召唤出来的吗？台上，工藤新二看到一个不人不鸟的东西，他非常不屑一顾，但想到刚才096的特殊存在，工藤新二没有再掉以轻心，他对身旁的裂嘴熊和铠甲师命令道：不要轻敌，你们2个一起上，给我立刻解决掉他。听到命令的裂嘴熊和铠甲师嘶吼一声，同时冲向了鸟嘴医生049。对于这2只契约兽，049眼中却透露着不屑。只见他双手插兜，缓缓迎着2只凶兽走去，步伐中透露着从容和自信。裂嘴熊和铠甲师似乎也看到了049对他们的不屑，2只契约兽顿时进入了暴怒状态，径直冲向了049。然而2兽却扑了个空，因为049不知道什么时候闪到了他们的身侧，反而2兽却撞在了一起。铠甲师站起身，对裂嘴熊嘶吼了一声，仿佛在骂这个猪队友。看到这个场景，观赛席上的其他国家选手都很懵逼，因为他们刚才都没有看到049到底是怎么躲过裂嘴熊和铠甲师攻击的，速度快得令人发指。不止他们懵逼，台上的工藤新二就更懵逼了。虽然裂嘴熊和铠甲师的体型很大，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速度很慢，而是那个长着鸟嘴的家伙速度太快了。裂嘴熊和铠甲师一击不成，2个家伙又一左一右夹击冲向了049。可这2个家伙每次要打到049的时候，就被049轻松躲过，愣是没有伤到049分毫。看到这，观赛席上所有国家的选手都呆住，暹罗国的代表更是忍不住道：这到底是什么生物？怎么速度和我的玄叶宝猫一样快？熊国代表却是对着一旁的龙国代表说道：你们龙国真是出了一个好苗子。倭国代表听到后却是一阵冷笑。光速度快有什么用？难道和凶兽战斗的时候方便逃跑吗？此刻龙国选手席都被震惊得不轻，他们忽然感觉到台上的我令他们如此陌生。接连召唤出来的这2个生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要说最惊讶的还是陈老，作为召唤兽这方面的研究专家，这2个接连召唤出来的生物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。台上看到自己的契约兽迟迟攻击不到049，工藤新二的脸色极其难看，他对眼前的2兽命令道：你们2个蠢货别站在一起，铠甲师用巨尾把他缠住，裂嘴熊你在外围守着他的腿
退路。虽然有着工藤新二的指挥，但烈嘴熊和铠甲师依旧碰不到049。反观049，从头到尾全程都是双手插队，一副没有任何对手的样子。看到这的工藤新二忍不住无能狂怒了。龙国的废物，难道你的召唤兽只会躲闪吗？面对工藤新二的挑衅，我却是不屑一笑。早说让你把你所有的召唤兽都放出来。随后我也不想再浪费时间，于是命令049道：快速解决战斗。听到命令的049身形一闪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了烈嘴熊的身后，随后一掌就抽到了烈嘴熊的身躯上。这看着轻轻的一击，却让烈嘴熊整个身体都直接炸开。看到这一幕的观赛席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太快了，从这个怪物把烈嘴熊打趴下，也就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太快了，实在是太快了。然而还没等观赛席上的人惊呼，就见台上的049又直奔铠甲师而去。面对049看不清的速度，铠甲师只能在胸前无力甩动自己的巨掌，试图用不断横扫来让049无法近身。可这在049看来却是无用功。只见049一个闪身就来到了铠甲师身前，随后冒着银蓝色光芒的手掌径直朝着铠甲师鳞甲上抓去。下一秒，一道仿佛是金属被撕碎的声音在台上响起，剧烈的疼痛让铠甲师无比的惊恐，扭动着庞大的巨尾胡乱抽打，可最后却连049的衣角都碰不到。049这时玩够了，只见他抬手就射出了一支高剂量麻醉针，刚好扎在了刚才铠甲师那处伤口。仅仅2秒的时间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铠甲师顿时就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。随后049闪身到他身前，一脚就给他踢下了擂台。看到这，全场震惊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工藤新二的契约手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淘汰？那个长着鸟嘴的家伙到底是什么生物啊？实力怎么这么强？随后在所有人的震惊和诧异中，049缓缓走向擂台边缘的工藤新二，步伐依旧是不紧不慢，从容自信。看着缓缓朝他走来的049，工藤新二的整个身体都在打哆嗦。他实在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契约兽铠甲师以防御力著称，哪怕是面对 C 级召唤兽也能坚持10几个回合。可是在这个鸟嘴怪物面前，竟然几个回合不到就被淘汰了，这简直太恐怖了。此刻的工藤新二已然没了之前嚣张不可一世的样子，而是一脸的恐惧。看到049朝他缓缓走来，工藤新二连忙调动识海内的次元能量，想要召唤自己第3只契约兽，但下一秒他就愣住了。他看到049脚底下突然出现一个黑洞空间，再眨眼049就掉进了脚下的黑洞空间内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然而就在他懵逼的一瞬间，他忽然感到后背一股巨力袭来，整个人的恐惧瞬间就达到了顶点。然而还不等他多想，就忽然感觉身后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瞬间袭来，随后他直直的倒飞了出去。观赛席上的所有人看见眼前的一幕，都不可置信的惊呼起来：克书记，竟然是克书记，这如同瞬移一般的手段，不是克书记又是什么？不止他们惊讶，9国代表也是死死的盯着台上的049。这难道就是缩地成尺吗？这速度怎么更像是瞬间移动？不可能是瞬间移动。如果是瞬间移动的话，他为什么要在脚下生成一个黑洞空间？此刻唯有倭国的代表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其实这几个人猜的都不对，刚才鸟嘴医生049施展的技能不是什么瞬间移动，也不是什么缩地成尺，而是更加牛逼的口袋维度。刚刚在049脚下生成的那块黑洞空间本不是他的，而是049从腐蚀老人106那里截取来的。这个黑洞乃是一个自成的空间维度，它不仅可以吸收一切能量元素攻击，还可以把你瞬间带到视线可及的地方，也可以把敌人拉到这片口袋维度空间之内。而049还有一个极为逆天的技能没有展现出来，那就是灵魂截取。它可以截取别人的灵魂，甚至是别人的能力。各国的代表在震惊过后，熊国代表忍不住道：有了这个选手，恐怕今年你们龙国要一洗往日之耻。只怕是有些难啊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龙国代表陈朗天看着台上的我，明显激动了起来。多少年了，他都不知道多少年没这么激情。自从20年前的凶兽爆发，导致龙国无数天才夭折，从此以后龙国便一落千丈，召唤师大赛年年垫底。而今天，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龙国的天才选手，只用了几个回合就击败了倭国的工藤新二，这说明他的实力很可能在D级之上。这一刻，他重新看到了希望。而其他国家选手席此时已经炸开了。不是只有 B 级以上的强召唤兽才有一定几率觉醒特殊技吗？难道那个鸟嘴怪物是 B 级召唤兽？龙国的这个选手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然随即召唤出了这么一个逆天的召唤兽？对比其他国家选手的议论纷纷，龙国选手席这边反而出奇的安静，准确的说应该是被彻底震惊住了。他们此时看着台上的我，就像是看个怪物一样。此时的铃木雪一双美眸不禁散发出异样的光芒，他没有想到平日二队里这个风流倜傥、潇洒翩翩、高冷帅气、咋看咋帅的二队替补，竟然有这样的实力。此时擂台裁判的声音响起：龙国选手竹面胜，倭国第3位选手工藤新二败，请倭国队的选手继续上场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倭国队员对领队田中说道：请您派出杜甫军出战，一定要让龙国知道我们倭国的厉害，洗刷掉刚才的耻辱。不行，渡边是我们倭国的最强战力，必须压轴出场。而且那个龙国选手召唤出来的召唤兽十分古怪，我们暂时还没有摸清他的真正实力，贸然让渡边出手，恐怕有变故。村上，你综合实力排名第5，这第4场就换作你上去。很快村上祥太便走上了擂台，看到倭国没有派出最强的渡边腾冲上场，
其他国家的观赛选手都忍不住议论纷纷起来。倭国的工藤新二都败了，怎么还不派出最强的渡边腾冲？可能是想要试探龙国选手的实力吧。可就算龙国的这个选手有一定的实力，那也不是渡边腾冲的对手。在观赛席的议论声中，村上祥太毫不犹豫直接召唤出了自己3只契约兽，一个地级，2个一级。但这3只召唤兽在049的地势如土哈拉，随手就死掉。很快，倭国又陆续派出了第5、第6位。可结果同样是几个回合就被淘汰出局，见此田中也只能派出实力最强的渡边腾冲。渡边腾冲是个 C 级召唤师，拥有一只 C 级召唤兽就代表着拥有统领全局的能力，不是 D 级召唤兽可以比拟的。看到渡边腾冲上场，龙国选手席这边都捏了一把冷汗。虽然连败了倭国4场，但他们还是不认为我能赢下渡边腾冲。就算我在隐藏实力，顶多也是一名 D 级召唤师，实则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等级。本来我的2只普通召唤兽，现在已经全部变成了基金会里的收容物，只是更强大的收容物，目前我能量不够，还无法召唤。台上的渡边表情虽然带着凝重，但眼神里还是存在着一丝不可磨灭的情绪。经过刚才倭国其他几个选手的试探，他已经摸清了鸟嘴怪物的大概情况。首先，鸟嘴怪物的速度非常快，攻击时的力道也非常足，但是无法重伤。其次就是能发射出一种类似于麻醉剂的阵剂，可以让召唤兽快速陷入昏迷。第三就是拥有一种类似于缩地成齿的特殊技能，可以几乎瞬间出现在你背后，这也是最令渡边腾冲忌惮的一点。但是只要在看到他施展这个技能的时候，全身心防御好背后，这样就对他构成不了什么威胁。所以渡边腾冲对自己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想到这的渡边忍不住开始嘚瑟道：“我说龙国人，你的运气很好，你的召唤兽实力很强，但你终究不是我的对手。”对此我依旧不屑一笑。哼，你们倭国人是不是都是撅起屁股看天的东西？渡边腾冲有些不明白我话里的意思，倒是龙国选手那边听到后哈哈大笑。撅起屁股看天，这不就是有眼无珠吗？骂的可真糟啊！听到龙国选手席那边的嘲笑，渡边立马明白过来，顿时恼羞成怒。很好，龙国人，我会让你知道 C 级召唤师和 D 级召唤师之间的差距。话罢，渡边腾冲直接打开了自己的次元空间，召唤出了自己的3只 D 级契约兽，分别是黑线蛇王、铠甲银狼和泰坦巨龙。渡边腾冲没有马上召唤出自己的 C 级召唤兽，而是先拿自己的3只 D 级召唤兽试试。再看对面，鸟嘴医生049依旧从容自信地站在原地，仿佛不把所有人放在眼中。面对049孤身一人，渡边腾冲不屑道：“给我上，直接秒杀掉他！”泰坦巨龙和黑线蛇王收到命令后，率先冲向了鸟嘴医生049，而铠甲银狼则是留在身后保护后方。然而面对泰坦巨龙和黑线蛇王的强势攻击，049还是从始至终不慌不忙的淡定躲闪。只见泰坦巨龙抬起头就疯狂的对049使用巨龙，可这头傻龙面对速度极快的049，压根儿就伤不到他分毫，反而一直被049戏耍。见此，渡边腾冲气得咬牙切齿。不过当他看到自己的黑线蛇王逐渐游走靠近049后，嘴角又忍不住扯起一丝笑意。很快，在049侧身闪避的一瞬间，黑线蛇王突然爆发出惊人的速度，腾空而起，眨眼间就一口咬住了049的身体，突飞了出去。看到自己的黑线蛇王真的咬到了049，渡边腾冲嘴角的笑意再也压制不住。自己的黑线蛇王可是剧毒之物，被他咬到，哪怕是 C 级召唤兽也扛不住他的毒素。这一下算是稳了。而围观的其他国家选手这一刻也都屏住了呼吸。这一下，龙国的选手恐怕是真的要被淘汰了。龙国选手席这边则是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他们非常清楚黑线蛇王的可怕之处。此时他们心中那一丝仅存的希望也淡然无存。而我看到被咬的049依旧面色平淡。开玩笑，049的真正名字可是叫做一，可以治愈一切疾病。这种小小的蛇毒怎么可能奈何得了他？况且049还拥有不死之身。果不其然，只见049手掌中瞬间涌现出银蓝色的光芒，径直就劈在了黑线蛇王身上。看到自己的黑线蛇王被踢飞，渡边腾冲依旧是冷笑不止。我的黑线蛇王已经咬到了你的召唤兽，如果没有我提供的血清，不出1分钟你的召唤兽便会毒发身亡。我劝你马上认输，否则我是不会把血清交给你的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也劝你赶紧马上认输吧，否则一会儿被我的召唤兽踢下擂台去，可是很难看的。好好好，龙国人，既然你不顾自己召唤兽的生死，那可就怨不得我了。而观赛席上观战的其他国家选手看到我的举动，也顿时开始纷纷指责。嘿，这个龙国人这么要脸，竟然不顾自己召唤兽的生命，难道认输就这么难吗？龙国队这边选手的脸色也同样极为难看，主动放弃自己召唤兽的生命，这可是在整个联盟都是遭人鄙视的行为。可台上的我却丝毫不慌。好了，049，玩够了就速战速决吧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明白。渡边腾冲看到这一幕，顿时就吃了一惊。不对，按理说被我的黑线蛇王咬到，就算不会马上毒发身亡，但也会造成行动迟缓、头晕目眩。可是这个鸟嘴怪物为什么速度还这么快？一定是0-4反扑。想到这的渡边腾冲立刻对泰坦巨龙命令：泰坦巨龙马上进入防御状态，只要能多拖延一会儿时间，等毒素见效，这个鸟嘴怪物就会毒发身亡啊！想跟我拖延时间，结束了，轮到你了。
看到这个观赛席上各国选手都蒙圈了。黑线蛇王连 C 级召唤兽都能毒翻，怎么对这个鸟嘴怪物没有作用？难道刚才黑线蛇王没有咬它？龙国选手席这边就更加懵逼了，特别是作为龙国领队的陈老，作为一个召唤兽研究专家，黑线蛇王体内蕴含的毒素有多厉害，他再清楚不过。哪怕把黑线蛇王的毒素稀释100倍后，仍然能够毒死一只地级凶兽。可这眼前的一幕到底是哪门子情况？在观赛席的议论声中，只见049一个闪身就来到了黑线蛇王身前，随后不费吹灰之力就直接把他淘汰掉泰坦巨龙和黑线蛇王后，049又转头看向了擂台上的渡边腾冲，看到049中毒了还依旧这么强悍，渡边腾冲的整个世界观都崩塌了。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？看着高傲的049，渡边腾冲忍不住攥紧手掌，怒气升腾。我不管你为什么没有中毒，但接下来我一定要活生生的撕碎你。说完，就见他身旁再次开启了次元大门。随后就见一只体型足有3、4层楼高的巨大蜈蚣缓缓从里面走了出来，而这次他召唤出来的正是他的 C 级召唤兽百足蜈蚣妖。看到渡边腾冲召唤出 C 级召唤兽，其他国家观赛席顿时一阵哗然。这就是 C 级召唤兽的压迫感吗？果然不是地级召唤兽可以比拟的。既然能逼渡边腾冲召唤出 C 级召唤兽，这个龙国选手的实力也是恐怖如斯。不过 C 级召唤兽一出，接下来的比赛应该没有悬念了。看着台上巨大的百足蜈蚣妖，049依旧淡定自若，而面对淡定的049，渡边腾冲却是怒极反笑。百足蜈蚣妖不用保留任何实力，给我立马解决掉他！什么？这把重复身上外壳，既比刚才那个黑龙还要坚硬。对此，我的脸色也不禁凝重起来。这就是 C 级召唤兽，就算是刚才黑龙049全力一击，也能划出一道伤口。可在这只百足蜈蚣妖面前，却丝毫没有办法。看来049的实力，在这个世界勉强算是一只 C 级召唤兽。如果是强大的 B 级召唤兽，049估计更不是对手。虽然049十分灵活，并且拥有不死之身，但毕竟攻击力太弱，无法对强大的召唤兽造成致命伤害。看来以后面对更加强大的召唤兽，自己必须召唤出更强大的收容度才行。台上049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，高傲的他心中顿时不满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行不行。既然正面打不过你，那我就换个角度进攻。换个角度攻击果然有用，既然能伤到你，那我就把你一点点碎。见此情形，观赛席的所有人都是一个个目瞪口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C 级召唤兽竟然也打不过鸟嘴怪物？不对，应该不是 C 级召唤兽弱，而是那个鸟嘴怪物的速度太快太灵活了，而蜈蚣体型太大，刚好被克制。听到其他人的讨论，倭国选手席这边的人脸色非常难看，没想到派出最强的渡边腾冲，竟然还拿对面这个龙国人没有办法，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相反，龙国选手席这边心情极好，看到鸟嘴召唤兽不断压制 C 级召唤兽，龙国选手这边一个个都沸腾了起来。场边的铃木雪更是如此，自从渡边腾冲上场后，他就一直担心的紧攥着玉手。可当看到我竟然在台上大杀四方后，他的心情也从一开始的忐忑变成了不可置信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 C 级召唤兽，就算是我的2只召唤兽同时上场，估计也坚持不住5个回合。惊疑的他最终还是忍不住向前面的领队陈老问道：“陈老，出面的那个召唤兽到底是什么生物？”陈老听到这个问题也是眉头紧锁地分析起来。我也看不透那只鸟嘴生物，不过从它的攻击强度来看，应该就是一只 D 级召唤兽，但是它的灵活和反应力却不亚于 B 级召唤兽，甚至更是超越了 A 级召唤兽。更关键的是，它还有一个瞬移的特殊技。综合来说，这只鸟嘴生物的恐怖之处丝毫不亚于一只 C 级召唤兽。台上的渡边腾冲听着召唤兽痛苦的嘶吼，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。没想到自己最自豪的 C 级召唤兽，竟然也被他一直吊着打，这让他非常的愤怒与屈辱。可恶！想着自己的速度快，就以为我奈何不了你了吗？百足蜈蚣妖，给我死死缠住那只鸟嘴怪物！随后他也顾不得自己身后的安危了，直接命令铠甲银狼前去助阵。看到这一幕的观众纷纷震惊。不是吧？渡边腾冲竟然想要对龙国的召唤师下手，一个 C 级召唤师对付一个 D 级召唤师，竟然还用上偷袭这种手段，真是不要脸。而我看到冲过来的铠甲银狼也是微微一愣，连忙调动尸海内的能量，准备再召唤一只收容物来守护自己。但这时049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举动，于是他瞬间就出现在了我身前，随后双眼立刻发出一阵蓝光。熟悉049的人都知道，这正是他愤怒的信号。眼前的一幕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，以至于观赛席上的各国选手还没反应过来，铠甲银狼就已经被049淘汰了。难道这就是鸟嘴怪物真正实力吗？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！他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召唤兽？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049又缓缓转身看向远处身形庞大的百足蜈蚣，此时他双眼的蓝光更甚。看到这，擂台边缘的渡边腾冲才真正的感觉到，到底什么叫做来自灵魂的恐惧。随后他也顾不得什么丢不丢人了，立马命令百足蜈蚣直接把我轰下擂台。得到命令的百足蜈蚣直接迈着庞大的身躯径直朝我冲杀了过来。这一下就连倭国观赛席上的选手也脸红了起来，他们万万没想到，最强的渡边腾冲竟被逼到这种地步。本来就名声不好的倭国，这下注定是要背负一个万人唾弃的骂名。049见状也彻底疯狂了。
这鸟嘴怪物这么生猛吗？竟然活撕了 C 级契约兽！陈老，你确定竹明的这个召唤兽只是个地级？倭国选手的脸色极为难看，自己队伍中最强大的渡边腾冲竟然被一个龙国人给淘汰了，这可是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。这场比赛输了，就代表了彻底淘汰，无法再晋级，只能和隔壁被淘汰的越国争夺倒数第2的位置，而倒数第1就要独自去守卫围墙3年，到时候花费的人力物力那可是相当巨大。而台上的我此刻内心也是十分惊讶，原以为049的实力大概也就在地级召唤兽这个层面，但刚才他竟然爆发出了压制 C 级召唤兽的实力，看来我还是严重低估了049。台上的049淘汰掉百毒蜈蚣后，转头冷冷地看着远处的渡边腾冲，此刻和049对视的渡边腾冲彻底惊恐了起来，他害怕049攻击他，连忙想要开口主动认输，但还不等他发出声音，就见049的身形直接原地消失。倭国选手渡边腾冲败，龙国选手朱明胜，龙国晋级第2轮 PK 赛，请龙国和前主国选手做好准备。好，足足20多年了，龙国终于不用再垫底了，也不用驻守围墙了。而台下观赛席的各国选手也是一片哗然。龙国真的战胜了倭国，想想龙国在20多年前，那也是联盟的3大强国之一，也曾拿过召唤师大赛的3连冠啊。如今龙国又横空出世了一个天才，这下整个联盟的局势又要变天了。很快第2场战斗正式打响，天竺国派了一个 C 级召唤师扎里鲁上场，面对我带来的压迫感，天竺国选手扎里鲁果断召唤出了自己的3只地级召唤兽，分别是豪次狼蛛、长牙獠蛛王和一只狮迷兽。见状，我也缓缓打开了次元空间，下一秒，鸟嘴一声，049再次从次元之门中走了出来。看到049后，强忍恐惧的扎里鲁颤抖着转头看向了自家的观赛席，而自家队长阿米尔则是对着扎里鲁缓缓点了点头，示意他按计划行事。得到队长阿米尔的指示后，扎里鲁也不再墨迹，直接命令豪次狼蛛冲向049，049果断上前应战。然而就在这时异变突生，只见扎里鲁邪笑一声，随后直接让长牙獠蛛王和狮迷兽冲向我，主打一个擒贼先擒王。看到这，观赛席上顿时一片哗然。不是吧？这个天竺国的选手难道要效仿渡边腾冲？这届召唤师大赛的选手怎么都这么没品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而看到这一幕的裁判也是气得咬牙切齿，可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，因为召唤师大赛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对召唤师下手。天竺国的人这明显是在钻空子。台上看到扎里鲁对自己突然发动偷袭，我的脸色也顿时冷下来。眼见那只巨大的獠牙黑猪和狮迷兽就要冲到我面前，远处和豪次狼蛛缠斗的049直接一个维度传送打在了原地，随后直接带我消失在了原地。可这还没完，刚才和049缠斗的豪次狼蛛也朝这边冲了过来，而他的目标依旧不是049，也是作为召唤师的我。只见049迫于无奈，再次和豪次狼蛛群斗在了一起。见状，獠牙黑猪和狮迷兽又朝我这边冲了过来，049只能又暂时脱离战斗，又一个闪身闪到我面前把我带走。就这样，擂台上上演了一场滑稽的追逐游戏。观赛席上的选手见状都懵了。可恶，这些人真是太不要脸了！一届大会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他们不会感到羞耻吗？而我其实还能多召唤几个帮手，但我却没有准备。我就是想要试验一下049的能力上限，看看他是否能在3只地级召唤兽的包围下保护自己并完成反杀。此时台上的049就打得格外憋屈，他要一直分心战斗，也因为如此一直奈何不了扎里鲁这3只召唤兽，于是他心一横，直接带着我和这3头召唤兽拉远距离，随后决定凭借自己速度优势逐个击破。看到自己的召唤兽全部被淘汰后，扎里鲁的恐惧瞬间达到了顶点。他刚准备开口认输，结果049就闪到了他的身后。玩了这么一些还想认输？给我上去吧你！看到这一幕的观赛席上是死一般的寂静。从049出手到把扎里鲁这3只召唤兽轰下擂台，用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。这一幕对于那些观众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存在。在3只地级召唤兽的围攻下，不但毫发无伤地护住了自己的主人，甚至还在短短半分钟之内反杀了对方3只召唤兽。这种实力属实比 C 级召唤兽还要强势。震惊过后，观众席这边顿时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。刚才扎里鲁无耻的做法，就是在给所有的召唤师蒙羞。现场的观众早已对他不满，看到扎里鲁被淘汰，他们心中也是十分爽快。干得漂亮！这种无耻的家伙就该把他狠狠轰下擂台，到偷袭都打不过人家，真是又菜又没品。而台上我对049的实力也有了新的认识。起初我认为049的实力大概在地级左右，没想到他的爆发力丝毫不弱于 C 级召唤兽。现在我感觉049就算是在 C 级召唤兽行列，那也是顶尖的存在。看着被轰下擂台的扎里鲁，天竺国的选手脸色极为难看。倒是天竺国一队的队长阿米尔看着这一幕，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外人难以察觉的微笑。随后他看向倭国观赛席那边，目光正好和渡边腾冲对视，双方都露出了一丝外人看不懂的表情，仿佛刚才扎里鲁的落败都在2人的计划之中。天竺国扎里鲁落败，龙国选手朱明胜，请天竺国派出下一位参赛选手上场。随着擂台裁判的声音落下，天竺国队长阿米尔竟然选择了亲自上场。当天竺国队长阿米尔看见049在1v3的情况下，竟还能毫不费力地解决扎里鲁的3只召唤兽，他也是果断召唤出了自己的3只地级召唤兽，分别是响尾巨蛇王，拥有和倭国工藤新二的红蛇差不多的能力。
虽然攻击力和防御力都不强，但胜在很灵活，而且拥有大道的毒素，只要被它咬上一口，不出半分钟就能毒倒一只地级召唤兽。其次就是三头氏甲犬，防御力不算高，但速度非常快，并且撕咬能力很强。最后一个就是刺猬龙甲鳄，防御力极强，背甲上的盾片犹如钢铁浇筑，单论防御力就超越了渡边腾冲的 C 级召唤兽百足蜈蚣妖。同时，这只龙甲鳄的咬合力十分惊人，就算是防御力惊人的 C 级铠甲银狼，如果被这只大鳄龟咬上一口，恐怕也得当场裂开。在阿米尔召唤完毕后，我也再次召唤出了049，准备以1比3。随着我的一声令下，049快速的冲向阿米尔的三只召唤兽，速度最快的三头氏甲犬最先和049缠斗在一起，紧接着响尾巨蛇王和龙甲鳄也加入了战场。049即使是1打3也毫无压力，在三只召唤兽之间不断闪躲的同时，也在寻找更好的攻击机会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049又能以1敌3的时候，异变突生。只见本来冲向049的三头氏甲犬和响尾巨蛇王，突然一个转头急速朝我奔来。看到这观赛席上的人又是一惊，好家伙，又搞偷袭，这天竺国的人是真玩上瘾了。不过好在有了上一场的前车之鉴，这次我早有准备。只见049见状马上就脱离了战斗，随后一个维度空间来到了我面前，带着我几个闪身就躲开了攻击。见状远处的阿米尔嘴角顿时扬起一抹微笑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随后就见他的身后再次打开一个次元之门，紧接着一只长着巨大翅膀的凶兽毫不停留的从次元之门中冲了出来，快速冲向我和049。攻势之迅速，几乎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。这边049刚带着我几个闪身躲过攻击，下一秒后背就一阵劲风袭来，危急时刻反应迅速的049直接用身体挡在我身前，承受住了这个。不过如此恐怖的力量，还是把049连同我一起抽飞了出去。我重重的摔在了地上，五脏六腑都如同挪位了一般。而观赛席上的所有人都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一幕。什么？天竺国的队长竟然不是地级召唤师，他何时升到了 C 级？作为一名 C 级召唤师，竟然还用这种手段偷袭龙国选手，这简直是太不要脸了！要不是龙国召唤兽替他挡了一下，估计竹明这一下算是直接玩完了。龙国观赛席上，陈老心中也燃起了一丝怒火，不过他只是隐忍起来，因为擂台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偷袭对方的召唤师。阿米尔的做法虽然可耻，但也在规则之内，所有人都无权终止比赛。反观倭国和天竺国代表的脸上，都露出了看好戏的表情，这也正是他们狼狈为奸计划中的一步，目的就是先让扎里鲁上场探一下049的虚实，随后阿米尔再趁机不被搞个暗算偷袭。这也印证了阿米尔的猜测，049能拖住三只召唤兽并保住召唤师已是极限，如果再来一只召唤兽，他肯定没有任何余力。事实也正如他所料，天龙兽偷袭成功了，但唯一可惜的就是那一击没有直接打到我身上，否则那一下就可能直接把我这个隐患彻底铲除。而另一边的我只感觉被大卡车撞了一般，如果不是召唤师的身体素质胜于常人，刚才那一下就算我不死也得被打成下肢瘫痪。可见阿米尔完全就是奔着我的命来。见状我也不再留手，喜欢暗算是吧？喜欢以多欺少是吧？让我就看看你能坚持多久。远处阿米尔见我还能站起来，不屑地冷笑一声，随即命令三只地级契约兽和天龙兽继续发起攻击。他现在已经彻底看清了049的实力，他可以在1打3的情况下护住，但如果再加一只 C 级召唤兽，他绝对打不到。既然这样，他也决定好好的戏耍一笑。看到这一幕，观赛席上的观众都哀叹了一声：完了完了，这下龙国的选手肯定完了，1打4完全没有胜算啊！天竺国的选手实在是太卑鄙了，竟然只盯着龙国的召唤师打。同时龙国选手这边也是心如死灰，他们原以为我会为龙国重铸往日荣光，结果却遇到了倭国和天竺国这种卑鄙小人。然而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我时，台上的我冷冷一笑，识海中的次元能量此刻疯狂燃烧起来。就在三头氏甲犬快要冲到我面前时，我身后的次元大门中缓缓浮现一个像花生般的雕塑，正是网红大花生173。它是一个具有生命且具有高度敌意的恐怖雕塑，虽然在可见视线内无法移动，但一旦失去视线，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。面对它时，人员数目不得少于3人，并且需要时刻和它对视，想要眨眼必须要和其他人交替，一旦失去它的视线，它便会在下一秒扭断你。此时场上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不解的表情，这又召唤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？看着也不像召唤兽啊！而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，三头氏甲犬赫然已经冲到了我近前，结果下一秒，它突然毫无征兆地栽倒，随后发出一声惨叫。当人们反应过来时，才发现恶魔犬竟然断了一条前肢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然而就在所有人懵逼的时候，我紧接着又打开了一个次元大门，随后一只长着巨口的大蜥蜴从次元之门内窜了出来，而它正是不死灭蜥682，几乎对所有的生命都抱有敌意，拥有极强的攻击性和顽强的生命力，同样拥有不死之身。当初基金会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杀死682。台上阿米尔看到我又召唤出了2只召唤兽后，立马让剩余的3只召唤兽停止攻击，随后警惕地看着我召唤出来的那只大蜥蜴和花生雕塑。因为恶魔犬刚才突然断了一条前肢，他甚至都没看清对方的召唤兽出手动作。而我看到阿米尔的召唤兽停止的攻击时，嘴角顿时扯起一丝冷笑。刚才偷袭的很爽是吧？现在轮到我了。随后我对身边的召唤兽下令道：不用留手，直接给我撕碎他们。收到命令的不死灭蜥早已按捺不住暴躁的情绪，直接嘶吼着冲向响尾巨蛇王，开始疯狂的撕咬。而愤怒的049则是盯上了刚才撞飞我的天龙兽，也是瞬间就和对方缠斗到了一起。反而网红大花生173站在我身后依旧是无动于衷。此时和响尾巨蛇王缠斗的不死灭蜥彻底咬疯了。虽然2只召唤兽是体型都差不多，但是682可是拥有不死之身，哪怕是响尾巨蛇王引以为傲的自己。
此刻对疯狂的682也起不了色，完全就是一路被吊打。远处的阿米尔看到战况刚开始就如此不利，于是故技重施，再次让三头式甲犬和刺猬龙甲鳄对我出手。见状，我只是冷冷一笑，这时就需要网红大花生173出手了。随后我对着身后的大花生开口道：“不要让他们死得太轻松。”话音刚落，就见173瞬间消失在原地，紧接着扑过来的三头式甲犬就再次轰然倒地，这次他的四肢直接全部断裂，惨叫声响彻全场，再也爬不起来。这一次，所有人都看清了三头式甲犬是怎么受伤的。既是因为这个召唤出来的雕塑，它不仅会动，而且超出了肉眼观察的快，几乎是瞬移一样，一出手就废掉了阿米尔的三头式甲犬。真是见鬼了！雕塑竟然会动，而且攻击力也太强了吧！瞬间就扭断了三头式甲犬的四肢，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而龙国此时也都是一脸懵的状态，特别是作为召唤兽研究专家的陈老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其他3只召唤兽虽然奇特怪异，但它们毕竟还是有生命体征的生物。可这个长相酷似大花生的召唤兽，看起来明显就是一个雕塑啊！而台上的大花生可谓是心狠手辣，下一秒就直接彻底做掉了还在惨叫的三头式甲犬。远处的阿米尔顿时识海受创，猛然喷出一大口鲜血。而另一边和不死灭蜥缠斗的响尾巨兽王，此刻也被682洞穿了身体。再看049，面对在空中灵活飞行的天龙兽，049也是终于抓住了机会，一个维度就来到了天龙兽的身上。天龙兽见状惊恐的想要把049甩飞出去，但049却死死抓住他的翅膀，不给任何机会。紧接着049手掌冒出蓝光，就展开了一顿惨无人道的杀戮。而此时接二连三的识海重创，也让本来很神气的阿米尔瞬间趴在了地上，不停的吐着番茄酱。看到这，观赛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简直太残暴了！这场面历届大会可从来没有过啊！瞬息之间就连杀了对方的3只契约兽，而且还是如此残暴的手段，这龙国选手完全杀疯了。此时擂台上就只剩下了那只刺猬龙甲鳄。见状，049、173和682同时来到龙甲鳄这边开始疯狂的击。刺猬龙甲鳄虽然以防御力著称，但却非常笨重，压根儿就躲不掉他们的攻击。随着049挥出的拳头力道和速度不断攀升，最后还是将那厚重的龟壳打裂开了一道缝隙。当龟壳碎开的一瞬间，整个决斗场就只剩下了龙甲鳄的惨叫声回荡。看到这观赛的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真是太残暴了！一连解决掉了对方的4只召唤兽，一直都没有放过。场上的049在解决掉刺猬龙甲鳄后，几个闪身来到阿米尔的身前，随后一脚就踩在了阿米尔的腿上。阿米尔惊恐的想开口投降，结果下一秒就听咔嚓一声，骨头断裂的声音响彻全场，随后就是阿米尔发出的痛苦嚎叫声。看到这一幕，赛席上的所有人都感觉浑身一凉，他们没想到049会直接对阿米尔出手，而不是像之前的选手一样直接轰下擂台。龙国小子，你太过分了！随后就见天竺国代表一个箭步冲上了擂台。随着召唤师等级的提高，召唤师的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强。像九博代表这种大人物，一般都是 S 级的强大召唤师，光是自身的肉身强度，甚至都强悍到能手撕 C 级召唤兽的地步。随后就见天竺国代表圣吉夫身旁缓缓出现一个红色的次元大门，紧接着一股炽热的气息就从次元之门之中缓缓溢出。喜欢吊打是吧？来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才是顶级的召唤师。此刻面对暴怒的天竺国代表圣吉夫，我也是冷冷一笑。今天我说白了白说，你们天竺国没一个好东西，小的搞偷袭就不说了，老的还想上来踩2脚。听到这话的圣吉夫暴怒，小子，你找死！随后就见圣吉夫身后猛然出现一个红色的次元大门，紧接着一声如同恶魔般的嘶鸣就从中传了出来。见状，观赛席众人大惊，什么？竟然是 S3级召唤兽赤焰魔神！天竺国今天是真不准备要脸了，一个强大的 S 召唤师竟然准备对一个 D 级召唤师出手，举行了100多年的召唤师大赛，这还是首次出现这种情况。随后在观众们的众就见赤焰魔神发射出一股混杂着赤燃的气流，如同炮弹般轰向擂台之上的049。049反应也不慢，察觉到空气间的波动瞬间，就一个闪身躲避掉了攻击，紧接着就又一个闪身重新来到阿米尔身前，准备踩向阿米尔的另一条大腿。你敢？见状，远处的天竺国代表圣吉夫青筋暴起，你看我敢不敢？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就听咔嚓一声，049毫不犹豫的直接废掉了阿米尔的另一条大腿。看到这，观赛席上的众人都是浑身哆嗦了一下。要不要这么狠，在一位 S 级召唤师面前还敢出手？这鸟人到底有多大的胆子啊？而看到049竟然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动手，圣吉夫勃然大怒，找死！随后就见赤焰魔神愤怒的嘶吼声响彻天，紧接着就见一团火焰赤浪再次攻向了049。见状，从容不迫的不断闪避，看到自己堂堂一个 S 级召唤师，竟然奈何不了一个 D 级召唤兽，圣吉夫心中怒火再次翻腾。赤焰魔神，给我镇压他！随着圣吉夫的命令落下，就见赤焰魔神浑身散发出巨大的威压，以至于整个擂台都在轰然颤抖。随后就见049周围的空间突然升腾起一圈由火焰组成的烈焰。圣吉夫，你敢？随后就见暴怒的龙国代表陈朗天也从代表席上一跃而下，飞掠到擂台之上。看到陈朗天，圣吉夫也慢慢冷静下。陈朗天，你们龙国选手在擂台之上竟然对我们天竺国的队友下如此重的狠手，如果不是我及时出现，你们龙国选手难道还想杀了我们天竺国选手不成？话音刚落，就见倭国代表吉冈邦彦也从观赛席上一跃而下，随后便飞掠到了圣吉夫身旁。就是召唤师大赛自古以来秉承的都是有意切磋，不能伤害对手的性命，是大赛规则之中的明确规定。刚才要不是圣吉夫兄及时出手，你们龙国的选手恐怕已伤害到天竺国选手的性命。
你们这种故意伤害对手的行为，就是在向整个联盟的挑衅。对此，陈朗天冷冷一笑：“你们少在这给我放狗屁！你们当所有人都是瞎子不成？”此话一出，观赛席上的观众顿时也开始打抱不平。就是刚才那头畜生把龙国选手抽飞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跳出来在这一一狂赞？从昨天倭国的渡边腾冲开始，你们两国选手一上台就让契约兽故意针对龙国选手，这些我们可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只许你们偷袭别人，不许别人反击，你们这种双标的行为真是让人恶心。我看这个天竺国的选手就是咎由自取。闻言，倭国代表吉冈邦彦冷哼道：“擂台规则不让伤及对手性命，这一点所有人都非常清楚。但是擂台规则哪一条有说不许偷袭对方的召唤师？我们倭国选手和天竺国选手也只是单纯的为了获得比赛的胜利，而你们龙国选手完全就是想要谋害对手的性命。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触及了擂台规则，我要申请圣城裁决院处罚你们龙国，并剥夺你们龙国这届召唤师大赛继续比赛的资格。”陈朗天也是被这一段话直接气笑了。凭什么审判？就凭你们这类畜生的一面之词吗？既然你们不当人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接战吧！